现在要说到奴隶贸易的话，大部分人都会想到16世纪开始的黑奴们的悲惨经历，可能还会联想到白人虐待黑人的印象。不过其实在同一时期，一些白人聚居地区也在遭受着同样血腥的奴隶贸易。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故事。当然先声明，这个视频不是为了宣扬种族仇恨。我一直以为以前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于元朝民族等级政策的解读非常的准确。在元朝，即使蒙人等级最高，汉人等级最低，但是汉人地主欺压穷苦蒙人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同民族之间既可以友好相处，也可以互相伤害。仇恨的根源不在于民族的差异和历史，而在于现实的阶级压迫，以及封建统治者是否要利用民族感情达成他们的剥削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这里是巫女花散里，记得先点赞订阅哦。巴巴黎海盗是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以地中海为中心称霸海洋的大海盗团，他们袭击商船和城镇，除了掠夺金银财宝，还会把人绑架到非洲的奴隶市场去卖。他们由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组成，有人认为这个名称的起源是野蛮人，也有人认为来源于柏柏人或者是希腊语的凡人。随着天主教世界收复失地的运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萨拉森海盗越发的经营困难。到1492年，伊斯兰世界的格拉纳达王国被天主教世界的西班牙王国灭亡之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穆斯林势力随之被驱逐。这些被驱逐出家园的海盗和穆斯林们便前往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等地区徐徐待毙。然后奥鲁奇和赫兹尔海盗兄弟聚集起了难民，主张所有不承认伊斯兰教的民族都是罪人，击败他们、奴役他们是我们的义务。虽然这两兄弟其实并不是穆斯林，但是他们在演讲中引用了古兰经，深深地打动了长期受苦的北非穆斯林们。于是以奥鲁奇和赫兹尔为首的巴巴黎海盗团就开始活动了。那巴巴黎海盗在掠夺时偏爱注重速度的桨帆船，因为桨帆船可以靠近基督教徒的帆船并且登船战斗，而用于贸易的帆船一般速度较慢，转弯也不灵活，桨帆船非常适合突入其内部。劫掠中最能带来利润的是船上的人，巴巴黎海盗会将他们集合起来，作为奴隶进行买卖，积累财富，逐渐发展成为地中海的代表势力。因为惧怕巴巴黎海盗，地中海沿岸的村落竟然大部分都荒废了，其他地方的人也不敢靠近这些地方，毕竟谁也不想成为奴隶嘛。之后巴巴黎海盗又计划进一步扩展势力，当时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尔地区受到了攻击，港口都被西班牙占领了，于是他们向巴巴黎海盗求援，然后巴巴黎海盗来帮助他们赶走了西班牙人，顺手暗杀了阿尔及尔领主，占为己有。这一暴行激怒了当地居民，又转头联合西班牙势力发起了叛乱，但是最终被镇压。这样一来，巴巴黎海盗就有了稳定的活动据点，他们的海盗行为也进一步升级了。后来奥鲁奇在与西班牙的战斗中战死，弟弟赫茨尔领导下的巴巴黎海盗团便开始加强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奥斯曼帝国虽然对他们的海盗行为不满，但是更希望在与基督教国家的斗争中保持优势，也就将巴巴黎海盗纳入了麾下。联合起来的巴巴黎海盗与奥斯曼帝国在1538年的普雷韦扎海战中大获全胜，彻底击败了西班牙、威尼斯、神圣罗马帝国主导的基督教联军。赫兹尔去世之后，巴巴黎海盗的势力也并没有减弱，他们的掠夺行为甚至扩张到了冰岛、丹麦、瑞典等地，行为也变得更加的残忍。这是他们的全盛时期。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退和欧洲各国的工业革命，巴巴黎海盗团又转头与欧洲各国结盟，狡猾地继续活动。因为这时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频繁，都无力对付海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消耗，各国都与海盗首领谈判赎金或和平，甚至会雇佣他们袭击别国。再然后18世纪，美国的独立意外地带来了海盗的衰退，因为当时海盗们已经几乎与所有的国家达成了协议，唯一能够攻击的就只有美国。但是美国的外交关系并没有那么复杂，不用虚以委蛇，直接与海盗开战了。之后巴巴黎海盗团就在与美国海军的战争中战败，逐渐衰落。那么在巴巴黎海盗纵横海洋的这段时间，他们最大的收益就来自奴隶买卖。他们从商船以及欧洲沿海掠夺白人奴隶，然后带到北非各地的奴隶市场出售，买主通常是穆斯林政权的大臣或者是王族。之后男举奴隶就会进入不同的悲惨人生。先说男性白奴，他们主要是被作为奴工，对于这些人而言，前往非洲的旅程就已经是生死关了。作为货物，白奴船上挤满了奴隶，卫生条件极差，几乎没有像样的食物供给，很多人都是在到达非洲之前就已经丧命了。在到达非洲之后就更惨了，白奴们的脚上会被摆上铁链，然后成排的在城市中游行展示。一些当地居民会辱骂奴隶，
这样一圈下来，奴隶们基本就不把自己当成人了。游行结束之后，他们会被关进奴隶牢房，那里的卫生条件甚至比船上更差，爬满了虱子和蟑螂，空间小到几乎没法躺下，自然也不会有正常的食物供给。第二天，奴隶们会被送到拍卖场，男性奴隶首先要脱光衣服接受身体检查，尤其要检查他们的手和牙齿，那些手不柔软或者牙齿整齐的人会被高价买走，因为手不柔软显示他们没有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牙齿整齐则意味着他们没有遭受过粮食短缺，因此还有充足的劳动潜力。大部分奴隶买主都是把他们送往港口修整或者是造船等等木工工作，自然对体力的要求很高。奴隶做这些工作时得从黎明前就开始，最常干的是搬运沉重的石头或者是伐木造船用的木材。在这里他们当然也不会得到像样的食物，一般每天也就给几片面包而已。然而这算是运气平平的白奴了，真正倒霉的是被当地的军队或者是武装组织买走，有些就直接上战场当炮灰了，更多的是悲惨的在船上划桨。当时一艘大约45米长9米宽的海盗桨帆船上，出海时底层会塞450名白奴，他们被铁链锁住，被迫一天到晚的划船，吃饭睡觉甚至排泄都要在座位上解决，伙食还是一天几片面包。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白奴根本无法保持体力，所以会安排人在下面鞭打因为疲劳而无法动弹的奴隶。如果遇上坚决不再继续工作的，那就是最后的归宿，砍头。但是如果愿意改信伊斯兰教，在军队中表现又极其优秀的奴隶就会被特别解放。这种环境都能活下来，确实身体体质够好。这些人大部分都会选择在叶尼切里部队成为正式军人。叶尼切里是奥斯曼帝国的一支精锐部队，为帝国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因为大部分白奴临死也不改信，即使有这个机会，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少的。被点名加入叶尼切里却拒绝了机会的白奴，又会遭到严刑拷打，大多会死在刑罚中。在如此残酷的待遇中，大约1/3的男性白奴都会在3年之内丧命。至于女性白奴，从被抓住到被拍卖为止的遭遇和男性差不多。然后在白奴拍卖场上，女性奴隶也会被检查手和牙齿，并且需要确认身份。不像男性买去强迫劳动肯定会赚，女性奴隶在短暂的生命中能够创造的价值未必够回本，因此如果运气好，对方身份比较高的话，不如买下来尝试要赎金。当然，大部分奴隶都出身低微，最后会被廉价卖掉。由于女性做不了重劳动，买家大部分会让他们做家庭佣人的工作，或者提供性服务。也有些美丽的女性白奴会被拍出高价，如果还是少女的话就更值钱了。美丽的处女白奴有时候可以卖到足以建造一栋2层小楼的高价。运气最好的也有进入王室后宫的。进入后宫的女性会被再次检查身体。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后宫生活其实运行的还挺组织化的。作为白奴进入后宫的女性会跟着其他的前辈白奴女性学习教养，主要包括礼仪、读写、刺绣、手工艺、音乐和舞蹈等等。她们的日常工作其实更像是女仆，结束培训之后就会被分配给洗衣呀、冲咖啡呀、试毒呀之类的工作。进入伊斯兰王室后宫的白奴确实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宫规森严，等级越高的女性越有资格成为国王的夜间伴侣。如果某天被国王选中了，就会被精心打扮一番前往，第二天早上会获得丰厚的奖赏。如果怀孕了，甚至有加入皇室的实力，比如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的苏丹苏莱曼一世，他的宠妃赫尔雷姆便是出生在乌克兰的奴隶。后来赫尔雷姆不仅受到了苏莱曼的宠爱，还利用他的乌克兰背景为帝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最终获得了极高地位。整体来说呢，女性白奴的生存情况会比男性好不少。即使抛开进入宫廷这种特例，他们最终归宿的主人一般会比男性好一些。因为女性奴隶的价格低又不能劳动，于是买主的背景通常不如男性那边。他们不像更上层的人已经习惯了操弄他人的生死，下手会轻一些。他们也不是要靠奴隶赚钱，买女奴的目的大多都是做杂物或者是夜间需求，因此他们的奴隶是固定资产而不是现金流，折磨致死的概率就低了很多。那么为什么巴巴里海盗团要主导这种非人道的白奴贸易呢？一般认为群体认同占了很大的原因。巴巴里海盗的成员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而被奴役的对象是信仰基督教的基督徒。海盗们大多曾被基督教国家驱逐，在非洲受尽了苦难。领导人奥鲁奇和赫兹尔本身也曾经是基督教国家中的奴隶，因此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仇恨。但其实穆斯林信仰的古兰经中明确禁止了奴隶制度，但是巴巴里海盗为了报复不惜打破信仰的教义，可见他们的愤怒。此外，巴巴里海盗还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围攻了欧洲哈布斯堡家族的根据地维也纳，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带头大哥。巴巴里海盗作为其附属，有义务与基督教徒作战，但如果只是义务作战，顺便劫掠泄愤，显然不能维持组织的运行。袭击船只和城镇本身都是有巨大风险的活计，他们的根据地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北非地区，大部分都是沙漠，领地的产出并不足以支持军队的长期作战。因此，他们必须要通过白奴贸易来维持经济的收益。只要惩罚不够大，人类就是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这种事情的生物吧。虽然1949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明确地写下了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奴役或者被强迫劳役，任何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都必须禁止。但是到21世纪的现在，估计全世界依然有4000万人处于事实上奴隶的生活状态，不知道何时才有根绝的希望。总之，这就是中世纪白奴贸易的故事了。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